聊斋志异》我知道我要改编它的时候，我第一个事情想的就是，我能从聊斋两个字去找到一些什么跟现代人的连接吗？所以我就马上想到说，鬼才跟你聊天。我不晓得为什么到了这里，但是我常常想起你。因为鬼就每天晚上来跟那个书生聊天嘛，书生永远都是迷惘的，但是狐狸很多时候就是出现来帮助他的。但是我真的很想安安静静的，很安全的，在心里只放一个人。所以我们就设定了有两个人物，一个叫做蒲先生，他是蒲松龄的一个代号，然后一个是胡小姐，古月胡，但是她也是狐狸的狐，她也是一种聊斋的代号。他们要发生的罗曼史，要从不认识到认识，然后到谈恋爱，然后到生小孩，然后到结婚，然后到小孩夭折，然后到离婚，然后两个人从此不再相见。已读不回，记忆就散在路边，飘落盘旋。刚好那个时候香港很多人都在看《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我就说观众其实还是蛮喜欢活在过去的。可是我们既然如果都想现实有所改变，就理论上就不应该一直重复啊。所以我们能不能把《聊斋》变成是一个有关时间观念的一个戏？我觉得时间比较重要，时间对的话就是两情相悦，如果时间不对的话就是一厢情愿。鬼它其实就是离开人的身体之后，它就停留在一个过去的状态，所以它是代表过去。狐呢，因为它500年可以修成一个身体，然后1000年修成一个美女，其实就是要 to become a better self， 所以它们代表未来，跟现在的很多女生我觉得是非常契合的，就是老是希望我能够更好哦。我是不是他命中注定的那个？我是不是他最重要的女人？没有，没有什么？没有哪一部分？女性会一直希望自己改善成长，但是男生呢，他不觉得自己要不断的完善自己的时候，所以他的改变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很多时候是男性跟女性的两个不同的手表而已。你真的没有准备好？我是不是说过我没有准备好？那个时候说要叫我的人是谁？是谁说没有关系的？我们用了一个比喻，就是一个叫做蒲先生的男人，他因为停留在他的人生的某一个阶段，以致他跟这个胡小姐的爱情没有办法发展茁壮，然后他们就关系就夭折了。抱歉，我真的不能够。什么叫你不能够？下半场呢，就是轮到这个胡小姐一直在怀念他，因为他在胡先生在生之年，其实都没有再去面对跟他的情感当中的那些疙瘩，然后等到他终于能够接受，其实问题有很多是来自己身上的时候，胡先生已经属于一个过去的人物了所以他只能永远都用或许对自己的那种遗憾感来想念这个人。那我觉得这当然是个预言，他要讲的其实就是我们都拥有现在啊，那怎么的现在才有意思？你会想我吗？我一直都有在想你，你会害怕吗？其实在我们华人的喜剧电影史上，有2个女演员演喜剧，我觉得是最棒的，一个是萧芳芳，一个是张艾嘉。他们在生活当中都是极有幽默感的人我记得10年前张姐第一个担心演舞台剧的，不是怕会忘记台位跟台词，她是担心说天天重复演一个东西会不会闷。王耀庆平常他在电视剧他演的都是那些金领族就是那些有权有势的
我平常认识他，他是去吃鱼蛋粉的，所以我就想说，让他演一个 loser 好了。蒲松龄本身就是个 loser。我想跟你在一起，为什么你不让我跟你在一起？我觉得像曹雪芹跟蒲松龄这样子活在300-400年前的人，他们为什么都能够预见我们现代人的这些问题呢？比如说自我的价值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是要通过别人的肯定然后才能够肯定自己？第二就是我们有非常多的欲望，为什么反射出来的其实都是我们的欠缺？我身体不好了，我肚皮松了，我自身难保，我什么事情所以都不对了。我们现在去改编《聊斋志异》，其实想要得到一个启发，就是如何从这个自我中心的世界跳出来，回到一个多重的跟更多的，不要说人了，就是这个世界各种的物种产生联系的这样子的一种新的关系。如果我爱你，我就会懂得爱自己了。然后，这就是我们的然后了。什么都不用说，什么都不用说了。